Hello，大家好，我是 Tommy。今天是我的访问身心老师的第2集。那今天访问的是我的身心老师，而且是我人生第1位的身心老师的语音老师。Hello，我是雨宁。老师，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及你的服务吗？我现在就是主要在做阿卡西记录的教学培训，然后还有就是接一些阿卡西记录的解读，所以教学跟解读为主。然后最近呢，有因为新学一些延伸的技能，所以我有提供一些关于身体经验的情绪上面的疗愈工作。但我很意外耶，就是阿卡西记录是你的第一个身心灵的吗？是。那你是怎么决定第一个是他？我就当时候就对这个很好奇，到底那个是什么。然后那是22年7月的时候就有看到，以及听老师当时那个时候的 podcast。然后因为上课是22年底，然后我就超级好奇的，就会一直听 podcast， 把它听好多遍，然后就真的更好奇的是什么。对，然后那时候开始，然后我好像也是在网络上搜到的，也没有特别找到或者为什么。对，但之前的话，我只是大概听到一些吸引力法则，或者是显化之类的，其他就没有接触了。对，所以我蛮意外的。第一个是选择阿卡西记录。对，那就像刚刚讲，其实我也是几年前，2022是2023的话是3年前才开始有身心灵。然后我也是学阿卡西记录出身的，所以很多的知识，对灵性的知识也是阿卡西记录学来的。然后今天就会想要访问雨宁老师关于他自己跟阿卡西记录以及刚刚说到的情绪这方面的部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哦。好，那首先还是想跟雨宁老师聊一聊。首先想问老师是怎么开始进入身心灵的呢？这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对，我觉得要先从我的妈妈开始讲，因为我的妈妈她是在家族企业工作，然后就是受了很多的委屈啊，很辛苦，然后她就开始中年有一些忧郁吧，然后就寻求各式各样的心理资源的支持，像是生命线啊、张老师啊，然后你知道在这里认识一些同学，就会跟你介绍说还有什么样的课，然后就开始去到处参加，然后就开始带我去参加各式各样的课程。你也会带你去哦？对，他觉得好像很棒，他就带我去，所以我应该是不到10岁，其实我就接触非常多就是超自然啊、神秘学啊。那最早我记得是先从命理、紫微斗数、八字这一类的开始，然后慢慢接触一些能量啊。我有一段时间还上过外星人的课，其实讲外星语，各式各样的，然后觉得都很好玩。然后脉轮、冥想，就是一些瑜伽这一类的都有。后来，因为其实一开始是妈妈带我去的嘛，所以就会觉得很好玩，但没有那么主动会去想，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还是会想要以课业啊、补习啊，好特别的想法。那个时候的生活重心就是学业，因为有些小孩子不会特别想要主动去学习，特别以学业为重。我是一个很热爱念书跟考试的人。我那时候的目标是我一定要念到成绩最好，然后再来最考，学业是我的重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人际关系。所以这么说，让我真正推动，真的想要去投入身心灵学习，是在人际关系上面开始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不管转学，然后或者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总是会重复经历同样的事情，就是跟一群朋友很快很好，然后呢，过不久呢，我们又决裂了，然后不知道就是莫名的原因，好像就不欢而散，再换到新的环境，好像又在重复这件事情，所以最一开始是因为人际关系上面的困难，然后反复。然后那个时候妈妈呢开始接触系统排列是所以其实我是非常早开始，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有一些默默影响我们的是超出我自己认知范围以外的，对，然后
从这里开始接触身心灵。另外一方面是开始工作了，然后就希望在自己的工作啊、财务上面啊，好像可以有些好转。就是大概是这2个。所以是人际关系跟工作上面的一些议题。对，想寻求一些答案。可是那这么多的，刚刚有说这么多的工具，包含家庭系统排列啊，或者是等等的，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会一直用到现在，或者是对你很有帮助的一些？因为老师总共学过什么工具？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讲完的话，大概要花5分钟。真的应该有30种以上。对，蛮多的，就是现在听过的几乎都接触过，包含宗教我也有投入过，真的一段时间。就你知道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来了什么浮木都抓一下。对，但我喜欢你这个问题是，每一样系统跟工具，我觉得都带给我很多的养分，他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对，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很棒的是有不同的工具，他们都不断的在解释，就是我的生命为何而来，你认同吗？就是我为什么，我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我的价值意义在哪里？是，然后如何去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运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贫富落差？会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然后为什么有些事情光努力没有用？所以我是一个带着这样的好奇去接触，原来可能佛教的观点是这样看这个世界的，然后原来这样子的外星的族群，他们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经验的。对，那我觉得对于我后来再成为一个教学者，很重要，是因为我不能够只是用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们都对我来说打开了我的世界观，然后也解释帮助我度过那一段时间的小小难关。所以其实我也发现，就是很多的工具，身心灵工具都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阿卡西就可能因为前世的影响你，或者是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你，或者是什么影响你。我也有在学的是家族系统排列的话，可能就是家庭的某个人啊，或者是某几代的祖先，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是身体能量不顺啊，就是很多，确实真的很多不同的影响。可是那既然这么多，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特别的会吸引你的那些东西？我先讲印象深刻的好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太特别了。很少见。我印象当然第一个就是家族系统排列，那时候海宁哥的这一套刚进台湾的时候，我们就接触了。那时候看到就是一群人啊，都彼此不认识，但是当要呈现议题的时候，又可以这么如实的展现出来，然后这个让我觉得很震撼。对，但对我来说，对于年轻的我来说，我还是会有点害怕，因为太赤裸了。你有接触过？我有简单讲一下，就是可能有一个案主，他有一些议题，然后我们就在场上请一个人代表他，一个人代表他的妈妈或是相关的人物，然后慢慢加人，然后直接看他们人物在场上的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啊，等等的。然后我现在正在上是相关的课程，对，我会真的觉得很神奇。对，就它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因为以前不管是学命理还是什么，就是可能透过一些纸上的资料啊、案例的分析，但是排列就像是直接一个工作坊呈现。但是那时候的我就会觉得，哇，这些人要好勇敢哦，才有办法。但我跟你讲，过了10几20年，我终于也会坐上那个位置，是因为有时候你生命的推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那些都不重要了，我就是想解决，我才不害怕揭露这些议题。就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已经不在意赤不赤裸这件事。所以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排列，原来有一些家族的世代的影响，然后在我的身上呈现。然后第二个是大概在我20岁左右。
然后我也是参加一些关于外星人的探讨族群，其实超好玩的，超好玩的。那个老师是从新加坡来的，他是可以讲外星语的，可以跟外星人对话的，是很酷，很特别。对，现场就会看到他演示给我们看。然后当然我不会说，因为那堂课也没有教怎么讲外星。那堂课是要练习跟外星人沟通吗？还是说只是见识他怎么沟通？细节其实我有点想不起来，因为好久了嘛。但我讲印象，其实我有点忘记那堂课到底是要干嘛了。好，没关系，有印象的。对，但是那堂课就是第一个是看老师说，然后再来是他会唱歌。然后你在听那个唱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某一种震动频率，有些感动，有些东西好像被触动了。我印象深刻其实是这个环节，以及还有带你去地心冒险，地球的中心，然后去看看生活在里面的人，到那里的部落，然后我觉得就带你冥想，就是透过意识下去进去那里面去看。然后他还说这句话我还记得。老师说不可以说话哦你到那个门口时候会看到一个符号，然后你要记得那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是进去跟出来的密码，但你不能说话，会被发现。我觉得超好玩的，哇！就我以前经历了很多奇幻旅程，然后那段时间还参加相关的，还包含让你去透过冥想去连接你的母星球是什么。什么大角星、织女星，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对。然后我也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就蛮嗨的一个活动，印象深刻的。对。然后再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又投入宗教。宗教是什么相关的？我其实就是比较偏佛教，因为我妈从小就会看佛经啊、地藏经啊这些的那种和尚师傅们。讲经，所以我也被吸引了。所以其实我自己比较偏向很多的世界观跟佛教有一些相关。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工作不顺，感情不顺，然后听说叫消业障是很流行的说法，对。所以我就去念地藏经，我每天念一遍，然后念一遍地藏经大概3-4个小时，真的很厉害耶。我觉得每天，而且我那时候还觉得我一定要很够虔诚，我是每天跪着念，还点蜡烛，哇！然后呢，再忏悔我自己，我也经历过这个历程，在佛教这一块。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容易感觉自己好像很常卡到然后很常发烧。我那时候工作是业务，我很常要到外地跑，回家之后就会发烧。这还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念经，而且我记得佛教有说要好好的念，如果你分心的飘掉或念错，全部重来。我没有这么严格，我有分段念，就是自己调配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我有印象中的一段时期。然后那段时间当然还包含接触了一些什么魔法的系统，透过可能一些仪式、道具、转运商品，我也热衷过一段时间。转运商品是比如说精油或者是什么，有一个蜡烛能量蜡烛喷雾，或者是其实还有什么小卡。好多就是灌注能量的卡片，对，好像你戴在身上，你身上磁场就会改变。我好像知道这种，所以在这个系统玩了很久。真的各式各样的系统，可是感觉跟现在差蛮多的，因为现在是很落地的，以前的就是要挑过外星人啊，或者是能量商品，就觉得很这样，就是没有到那么落地这样子。就我觉得玩过了，然后实际体验过，然后我是一个很有实验精神的人，我会去观察我做这件事情之后带来改变是短期有效的，还它是一个根本长久性的改变。那我觉得我就是不断在这条道路上搜寻，那花冤枉钱也蛮多的，所以现在我都会跟我的学生跟个案分享这段心路历程。就是我的这一段心路历程是如果他们想要更有效率的话，哪一些方式可能更直接？因为我几乎都经历过。更有效率的意思是什么？对自己有长久的用途，还是说
比如他们现在有困难的，哦，比如说现在面临到人际关系的困难，或者是他们有一个某个重复的模式，那因为可能就是我试过很多种，然后我也去验证，然后不止我验证，是我全家人。对，我妈妈也就是投入这一块嘛，然后我的妹妹，然后我周围的朋友都会跟他们分享。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去观察，我可能就会问说，那你觉得如何？他说有效，但我会可能过半年之后再观察，怎么就没效了？哇！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它的原理是什么？蛮喜欢研究这个。是，他会过半年还会去问这件事？过半年1年还要过到10年，我会继续观察这些人，然后跟我自己。是不是说他的某个课题这10年后有什么变动？有没有再遇到重复的模式之类的？就还是他又回到原状，就代表有些东西它可能是一种短暂的安慰剂，是，或者是它是一个暂时的。所以老师的信念或者想法是要自己核心，然后戒掉这样子。我现在比较喜欢这种，是因为人生时间有限，财务有限，然后我其实不太希望我的客户呢，就是花太多冤枉钱因为我自己花过，那我觉得算幸运啦，就老天给我足够多资源让我可以到处玩，但我想可能就是让我收敛这些经验吧，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是，所以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遇到阿卡西记录的？我的老师呢，林达浩博士来台湾开始授课，应该是2016年左右。16年。对，所以2015还是16，大在那段时间开始接触。那我接触是第一批上完课的解读师，第一批，然后为我做解读。是，我就觉得哇，蛮特别的。然后我隔年去受训，所以我大概在16年接触阿卡西记录，然后大概在16、17的时候开始参加这样的培训。所以正式开始当解读师是大概也是这时候。我觉得先定义一下正式当解读师这件事情，你指的是？正式我就觉得有开始可以接个案，然后做我的解读这样子。真正正式去做这件事情，应该是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在那之前，应该说我一直都没有把做疗愈或者是解读身心灵作为我的目标，它从来不是我的目标，真的，而且是我非常抗拒的。是啊，我妈妈一直希望我做，因为她已经投入这个领域了嘛。但我就说，我觉得那是老人做的事情，需要耐心陪伴案主。确实。然后当他们在原地打转的时候，然后你又要能够引导他们，我说我才没有那耐心。我的目标是要当个赚钱的商人，就你知道20几岁的人的志气很高，对，是。我要发大财，做大事业，然后我要很有成就感，然后好像拿出去给人家是一个很丰功伟业的工作。对，所以我一直没有想做这一行。前面我都像是一个分享的心态，跟我的朋友聊一聊，然后或者是他们需要的时候，我说那要不要让我练习？所以其实我正式做解读师之前，我是练习很多啦，因为都是帮身边的人、转介绍的人这种佛系的做解读。是，所以老师比较多，现在主要的精力 focus 在阿卡西记录。对，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看阿卡西记录好了。老师会怎么看阿卡西记录这个工具，以及就是它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这么吸引你会想要投入，甚至现在还有在教学？我也回顾了一下为什么我会走向这个行业跟领域。其实我想要很客观的说，过去我接触了非常多的系统跟工具都很好，它也帮助我其实解决了我生命中各个阶段当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对，让我又有勇气活下去，在面对这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但是喜欢跟获得帮助跟自己能够做，我觉得是两回事。喜欢获得帮助跟自己能够做，就像我去吃饭，
我很喜欢吃美食，是，我也很能够享受，它也带给我快乐的一天，是，但不代表我可以当厨师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两回事。然后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些工具对我很有帮助，我仍然会使用它们，在面对我个人的议题。但当时接触到阿卡西的时候，我也不是第一秒就觉得命中注定是他。你知道？没有这么神奇，大家都觉得好像是那种哦，就是他了。真的吗？这个没有发生，没有发生。就是我想要很客观平衡，是很多人以为找到自己的天命。但我们来讨论天命这个概念好了，或者是所谓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就是那种一瞬间，对，眼睛一亮，就像遇到一见钟情，就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是我服务的大部分的人也不是这样。哦，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部分。对，我是有一天，我当时创业，然后我的生意呢赔了很多钱。就坐在那边想了很久，该怎么办？就是存款快要见底了然后货卖不出去，然后客人要怎么办？之前老师是自己创业，我有创业做过卖精油、能量产品，精油，我也自己去卖过一些能量产品，精油啊、蜡烛。然后那时候就遇到了这样子的危机的时候，我记得我就坐在我自己的仓库那边，然后好低潮，该怎么办？客人要去哪里找？我突然想起来阿卡西记录，还是说我可以为我的客户做解读，然后帮他们搭配产品。一开始最初的 idea 是这样，所以阿卡西仍然是辅助。阿卡西就是算精油商品的一个附属或者加的服务。最开始他的角色是这样。是然后我就找了几个人试试看，之后发现他们喜欢阿卡西记录，然后觉得阿卡西记录本身带给他们帮助更多，然后他们对于产品就还好。那当然我就想着，那也许它是另外一条新的路，所以做着我就发现，原来我的顾客、我的朋友更喜欢我的阿卡西服务这件事情。后来其实要下定一个决定，就是那时候赔了大概应该将近200万，哇，收掉了这个品牌跟工作，然后我就专心的做解读这件事。对，然后遇到疫情，所以大部分都愿意转成线上的，所以我当时我的客户量就变更多了。因为以前都是实体嘛，那就要敲时间啊、场地，对，所以搭上疫情这件事情，大量线上的客户，对，而且好像国外的也都可以，对，都有很多国外的来，然后我觉得蛮惊喜的，就是我真的是何德何能。可是老师当时有做什么宣传或者是曝光？对，我想一下，第一件事情是我有几个方式啦。第一个是我原本的好朋友们在解读过之后，觉得它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就是它听起来很像跟通灵或什么有点像，但或者是塔罗，但实际体验起来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大家对阿卡西记录集不熟，是啊，那他们就推荐给身边的人，所以第一个是这个，第二是。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做感情，专门经营感情的频道。好像有那个，你有听过吗？有，我记得他还有那个线下约会的那个。对，他们就是我一个朋友，他是在国外念书回来，然后国外很流行那种快速约会，他就把这引进台湾，他就经营 podcast。然后办快速约会的活动，当时他就想要请不同的人来他的频道上聊一聊，然后我就在他的频道上面分享了几集这样子。我想起来了，我有去听那几集。对，那是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是。然后我也很感谢这样的机会。对，但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点，是因为我后来才发现，当我开始连结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当我很渴望探索我的天赋，然后并且渴望去展现我的天赋的时候，有一些意外的机会就会来。所以其实阿卡西记录本身会帮助你强化你的频率，它会
带来那一些机会。哇，所以当时其实有好几个类似像这样机会来敲门，我都觉得我当时能力可以吗？就是会有那种自我怀疑，或者是如果好了会觉得冒牌的时候，对，那时候会觉得这些人的条件背景都很好，他们怎么会愿意给我机会？对，然后当时也包含可能有另外一个是读书会的一些团体，然后他们也给了我一些机会跟分享曝光的活动这样子，但都不是我去找来的，但我不排斥这些接触的机会，就是每一次机会来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我试试看。但有点神奇是，以前我的个性都会是说先不要，但我开始使用阿卡西记录之后，我会突然有一个雷达，就会说哦好。对啊，像我这次邀请老师，会很担心被拒绝，结果我就说哦好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好玩，试试看。因为我很少露营，对，所以我很谢谢你约我做突破。所以第二条管道其实是我朋友的 podcast，然后开始有一些不同的族群来找我，然后慢慢的我也在记录里面问了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分享。然后也是收到这样的建议是经营 podcast。对，我问过很多，其实有点意外，是我本身念中文系的，我从小其实喜欢写文章、写故事、写小说，原本的道路之一是要当作家。可是好多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中文系的想要往作家，有想要当赚钱的商人，然后还有自己卖能量商品，对啊，很多不同的尝试。我做了蛮多尝试的，对啊，因为我的爸妈家族都是做生意的，所以当然我觉得从商会就是我一个很主要的考量嘛。那我很意外是当时我要怎么去分享我的时候，竟然不是走文字写文章，然后是用录 podcast，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时也是进去阿卡西记录，然后问记录讯息。对，我就把几个选项来问。当时我也有请一些顾问，然后建议我怎么去经营。结果他建议我的呢，没有一个有效。我试了，但我做起来就是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很不顺，很辛苦，然后效益也还好。但当我试着 follow， 就是我其实本来很抗拒做的 podcast 的部分，就效果蛮好的。所以大概是这几个方式慢慢被人知道。了解。那我们还是先聊阿卡西记录。老师，你会怎么介绍这个工具，或者是你透过阿卡西记录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最一开始我在学习的时候，对阿卡西记录的理解是一个宇宙的资料库。对，很多人都这样讲嘛，灵魂的图书馆是。进去呢，你可以获得一些指引、建议跟一些讯息，这是我最一开始对它的了解。所以我自己主要使用它的方式，好像也都在解读讯息，所以接收跟解读自己的议题或者是相关的，然后去解读讯息。对，慢慢的呢，我开始对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对。为什么会有贫富落差啊？然后会有这么多不公平？那为什么会出生在不同的家庭？资源会不同？那我带着这样子的疑问进到记录的时候，我发现也可以获得一些解答。所以我开始从我的自己，我开始扩展到我对于这个世界，我可能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慢慢的，我可以理解为了让灵魂都可以成长。有各式各样的情境，确实有很多的不公平，才有机会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很多东西。但随着我跟记录在运用更多之后，我发现它远远不只是一个资料库，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疗愈空间。对，它也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本身，所以它为我们来说带来灵感，或者是去创造改变你的人生。创造改变我的人生也可以，它也具备创造力，然后再来还有疗愈的力量。可能我有一些受伤的经验，
某一种能量的卡住的状态，它也可以带来一些更新。是，对，所以我会说阿卡西记录它可以理解成宇宙的资料库，但它也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一个能量场，充满创造力的能量场。里面有很多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可能并不是写死的。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个主要的方向，那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惯性。过去的关系，像我们有很常听到业力，可能我前世的也好，家族的也好，所以我会重复用我习惯的方式做决定啊，然后去行动。那当然，命运的轨迹就正如同我们的命盘上面长那样，就是跟出生前的命盘或者是重复那个惯性的模式会持续下去这样子。对，但是当我们可以意识到有一些新的可能，然后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生命可能就会开始改变方向。所以阿卡西记录也储存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然后可以协助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所以老师的理解就是阿卡西记录不只是一个可以看前世，因为我们以往就会直接那可能看阿卡西记录就直接看前世，还有很多比如疗愈的空间、创造力，或是可以去建立一个未来的新的未来的想象。对，对，所以我觉得前世如果只用来做前世阅读啊，有点可惜，因为那只是阿卡西记录里面的一小部分，探索的方向。那老师最近会怎么用这个字会怎么使用记录去探索或疗愈自己呢？最近吗？对，或者是你有印象的时候可以分享。我最喜欢的时候其实是在早上跟睡前这2个时间，很像是一天的开机仪式。早上醒来之后呢，大部分人可能就是拿手机嘛，对不对？对啊。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要赶着上班的人的话，需要啦。那早上一天起床的时候，我就会先给自己10几分钟，有时候甚至会到1个小时，然后进到阿卡西记里面做一个冥想。那这个冥想也没有要想什么事情，我会不断让自己的注意力跟觉知去来到当下，然后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好像在记录里面，我来到一个归零、充满弹性跟很有空间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的冥想目标也是去来到这种状态。所以当来到这个的时候，你的创造力会来到最大值。我了解，因为我们往往会有固定的想法或信念或什么，但是重复模式也是。但是当全部拿掉，然后归零，然后或是进到那个很深的平静的感觉，对，这个空的状态，对，就好像重新 reset 一遍，然后让自己或许就是很多的无限的可能，就不会有只是刚刚那些重复的模式。对。我发现带着这样的时候，在投入今天一整天的生产力工作，不管是我今天要回复信件、讯息，或者是我要进行教学工作，或者是服务我的顾客、写作、创作或设计一些东西、教案啊，我觉得状态很重要。我不知道认不认同，作为一个创作的人，或者是像我是一个提供能量跟支持型的人，我觉得我的状态是最重要的。对，以前我会追求技术啦，但我后来发现技术可以达到一个程度，但后来是这个人的本身状态这件事情。我也会有感觉，就是虽然技术，我觉得好像技术可能更多有点不太可控嘛，或者即使我知道我想办法做得好，我今天可能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我在接讯的时候，我很想赶快接到更多、更细或者更核心的一些，可是我就是他们就是不给我。但是我自己的状态或心情或能量的感受感，会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今天的整个服务啊，或者是今天在整个录影片的时候的状态。会，我觉得是，
所以慢慢我开始理解，就是我的工作也好，我的服务品质里面非常大的要素跟个人状态有关。让我发现，当我没有那么多的预设、执着跟期待的时候，我总是可以在当下去做恰当的决定。然后包含，如果今天我要开始写一些东西，那个创作的状态也会切换到对那个空充满灵感，就像是你把身体里面水倒掉，成为一个容器，就可以容纳更多东西进来。然后往往在早上的这个归零的冥想的尾声，就会突然产生一些新的灵感出来，或者是有一股动能，我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可以把精力放在哪里，才是真正可以去带给我有价值感的。然后哪一些其实并不是我真的需要做的。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焦虑驱动的，对啊，因为看到社群上大家都在做，对啊，或者是看到收入账上的金额就很焦虑，想要就是做点什么。可是突然觉得老师刚刚说，就是每天早上把自己清空后，会得到一个新的动力。生活的方法好臣服哦，就是臣服于上面的讯息，像我自己都会很多想法，我要怎么做啊，怎么活。你讲到动力，也是这个早晨的阿卡西冥想可以带来的，就是前面会有一个慢慢清理整理的过程，然后进到一个空的状态。然后我的经验是，接着就会开始来到我的动力，会去启动我的生命动力本身。然后如果在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impulse， 就是你的生命原生的动力，它会驱动你真正去你的灵魂，你的生命里面真正要你去做的事情。所以我早上起会做的是让我去连接这股生命动能，这股 impulse，然后让它带着我去投入，然后我会发现我就不会有那种好像很耗竭或很耗能或很累的。或者是我觉得好烦哦。即使有一些事情并不是我最喜欢的，可是我知道它是我需要去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很愿意投入在其中。所以早晨会是带来这个是老师，你会怎么看人的灵魂？那你会觉得你自己会有什么使命，或者是天命是要怎么做？因为你刚刚说连接到生命力、灵魂的最原始的创造力的话。我觉得我对天命这个词啊，先来分享我的看法好了。就是有时候常常会有人说我有带天命啊，然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因为谁来到这个地球上不是带天命的？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有它的意义跟目的，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所以并不是说做什么身心灵行业或服务什么他人行业这个才叫天命，就是把东西做得很好吃，或者是把环境整理，或者他去发明了一个东西让人们更便利。对，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存在里面，他的灵魂使命本身都有。对，所以我想要先打破我觉得对天命只适用在某个产业领域的观念。我是这样看待的啦。对，我也蛮以上个人主观意识。对，那以前我也会对于天赋或天命这件事很追求，就早年会花很多钱去问我的灵魂蓝图使命是什么。但我要在这里讲一个实话，我也问过我的老师，关于我说他最不喜欢个案问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会有这样的个案来问我的使命是什么，我这生的什么课题，我这生要干嘛。我其实也蛮讨厌这种问题。这个问题真的要好好讲，可以单独拉一集出来讲。但我先简单说，这也是我最不喜欢被问的问题，但不代表我不会回答他们。但我要先厘清这件事情是真的没有一个蓝图躺在那边，一张地图真的写了你应该要什么，然后它其实很大。
如果真的要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它很难用几言几语就这样说。如果你真的好奇，我都建议这些人，你不如去算紫微好了，或人类图那个看得更清楚。就是你想了解各式各样的数据，但我想回归蓝图这件事情跟使命。我现在的领悟啦，我不知道过了10年我会不会推翻这件事情，但就我这几年我自己个人的探索，然后我觉得我其实真的活得蛮快乐的。现在对啊，感觉得出来，真的在各方面我都觉得哇，我真的做到了我人生理想的高峰对，但其实我经过很痛苦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走到这里，不是因为我天生就得到资源。因为刚刚老师也说，可能人生很多痛苦，人际关系、工作的赔了200万，还有婚姻也是，还有小时候可能原生家庭对自己爸爸的部分，然后很多的部分，可是慢慢的摸索各种各样的工具，慢慢就刚刚老师有说，最热情的阿卡西也不是一眼睛一亮就发现它是我的，对啊，不是，其实也是摸索，到处去。我不排除有的人真的一眼就认出来，就是仍然有这个的，但是可能这样的人他是少数，但可能会让别人误会，以为找到天赋或者是找到所谓自己的使命是那种一瞬间的事情。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摸索的，不如这么说，其实灵魂它是要你透过摸索的尝试过程中去找到的那个过程，因为其实真正让你成长是这个摸索的过程，对，不是在找到那一刻。所以你认同吗？我认同，所以想说回到刚刚那个问题，有人会来问我的使命、我的天命什么，可是只有老师的自己亲身体验也是，你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探索。或许有些工具就是你摸过不喜欢或者不适合，对啊。所以他们来个案或是客人来问这个问题，我也让我们就觉得，我们会这一集回答之后突然生意下跌。但我来谈谈关于这个问题。是，我先讲我自己怎么去体会这件事情好了。是我后来发现，我每一天其实就是一个缩小版的人生。每一天都是缩小版的人生。对，所以其实你怎么去找到你真的要做的事情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用1天的时间其实就可以发现了。你的每一天其实就已经是缩小版了。所以如果你要找到你的使命或者是你热爱的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在这一天，你在你的一天就可以去实现。然后你就是不断像滚雪球一样，要活出来，其实透过小小的范围就可以。所以我更倾向这么做。其实我的老师琳达也是鼓励回到你的日常生活中，是你现在生活中很琐碎的事情，你生活日常你觉得很平凡的事情里面，其实真正在里面你去往这里探索，去觉察，去体会，你的所有的使命就在那里面可以发现。所以我会问我的个案是，可以跟我聊聊你的现况吗？是，我们就从你现在生活中，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小事，从这里面就可以找到反而很具体你的人生方向是什么。比起直接问我的蓝图是什么，我后来发现从一个很具体你日常的事情里面就可以，或者是你现在正面临的一个挑战，你生命中的困难跟挑战，其实你透过克服它，你就会达到你的很多使命了。对啊，是，对，可是很多人会跳过去看这个，跳过去，不去看自己的挑战。他期待我知道天赋或者我的使命之后，好像我的困难就会自己解决了。有一类的人在问这一类问题是期待，就像我今天可以遇到我的天之骄子，天命的那个伴侣。有种感觉，就是我问了后什么时候会来，对，然后让他自己来就好了，我就不用改变，我等待就可以。对，就是好像期待有一个奇迹吧。是，我只要知道一个关键的东西，好像我生命所有事情就解答了。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的话呢，真的太好了。但灵魂设计机制不是这样。对，我在环游世界的时候其实去了很多什么世界7大奇迹很厉害的景点。
但最后呢，我们所有的人印象深刻的时候，都不是在景点那个地方，都是在过程，去的路上，觉得最好玩。就到了之后，反而觉得，就这样了。对。最难忘的是到达探索的过程。然后我后来发现人生也是这样。然后我读了很多人的阿卡西记录里面，其实灵魂期待，应该说你可以把天赋也好，使命当成一个诱饵，吸引你去找到它。但在这过程里面是最丰富的历程。突然就想到，我觉得很想去金字塔，可是好像在 YouTube 上，在照片上看，跟实际上看其实一样。所以我还没去过金字塔，我很想去。其实最基本就是每天的生活，好好的享受它，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把它怎么讲，让自己有什么办法去调整这样。对，那我很好奇，你最一开始对阿卡西的认知跟过程跟现在呢？我一开始对阿卡西的认知就是一个宇宙资料库，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问，你想要问什么都可以问。然后我学完了后，慢慢的我会很好奇，今天突然有一个很卡的点啊，或很奇怪的想法啊，或者是金钱不顺，我就会习惯去问记录里面的大师导师。那慢慢问久了后，我现在对记录，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安心的地方，然后会很安在。有时候真的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紧张的时候，就会进到记录里面去跟记录聊一聊，或者让自己安心。我反而不一定要祈祷文，或者是不一定要什么仪式。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使用记录的方式，就是我只要平常心静下心来，我就感觉好像在里面的感觉。然后我反而并不是一定都会去特别针对解读前世，因为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解读前世好像在逃避的感觉，因为好像就我原来是因为推给前世就好了，我穷都是因为前世什么想法，那我就不用改变就好。所以后来反而就是不一定要解读，也是不需要解读，或者是只要在里面感受，就像刚刚讲老师说把它安在，或者是那个把它清掉的感觉，然后回到自己，然后就再去面对人生这样子。我蛮同意的。然后其中你提到有一点我很认同是，阿卡西记录它是一个能量场，它确实是一个充满可能性、创造力的一个能量场。那当然它会提供讯息嘛，也会提供很多很多的关于生命力量的部分。那它的目的并不是要你不断的依赖它，而是透过在跟它连结的经验里面，把这个带回到你的生活中。你能不能在你的日常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那股平静，那股可能性。然后当你在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察到，我好像有一个原本的惯性要出来了。然后但是我可不可以也考虑有一些新的可能？所以我蛮认同你说的，即使不一定要使用祈祷文，但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你也慢慢的去感受到那股状态。这也是我鼓励学生的，就是他是要支持你的日常生活。就我也喜欢琳达老师的原因，会一直跟随他，是因为阿卡西记录是用来支持你的人类平凡的生活。然后并不是要你去逃避，或者是好像你变得你好像只进入到它，你才得到安定。回到生活中，你就失去这个能力了。这不太是我也想要传递的东西。对，当然啦，我知道有一些工具，我不能说有些工具，有一些团体，对，因为这样子宣传，它就可以不断有学生跟客源，因为你离不开我，但。我自己想要传递的阿卡西记录是会越来越增强你作为一个人类，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量。了解。所以我不会可能有点狭隘，因为以前就会觉得是一个解读前世问事情的地方，可能不太。刚开始学的时候会啦，是会去前世探索。对，老师我们还没有讲到琳达老师。好，刚刚都没有讲到，老师你可以介绍一下老师吗？
Linda 老师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上过很多外国老师的课嘛，然后我发现外国老师的上课风格呢，就会给你很多空间自己去探索跟尝试。他们其实会讲一些概念，然后当你有一些提问的时候，其实他们会问你说，那你的体验是什么？你的经验是什么？他可能不一定会马上回答你。但你知道，对于亚洲的学生来讲，就是我很需要有一个标准答案跟标准 SOP， 对不对？对，所以我第一个是慢慢适应这些，那他们给了我很多尝试的空间，所以让我去摸索，然后我带着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的一些我已经实验过的东西再去问老师，然后他再跟我分享，肯定我哪一些经验，然后并且再补充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去学习的，到现在有时候我也是带着这样子的疑问去问老师，然后再来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包容性非常高，但他同时又很有原则。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就是包容跟原则怎么样同时呈现。例如，他对于整个课程中有一些纪律，他很重视，比如说要尊重你的所有同学，然后还有让上课尽可能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但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件事情，他会非常严格的去执行。可能会请这个学生暂时离开教室去，不要打扰到其他同学，或者是他会提醒我们不要去干预，或者是去指导，给你的同学建议，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体验。这一块是我很欣赏的地方。但你知道刚开始很不适应对，因为你会忍不住想要给建议就是评价、评论，或者给建议，或者是甚至教他怎么做。对，我们的成长背景是这样，对所以开始超不适应，要怎么忍住它？然后就是老师如何去打造一个很纯粹的学习空间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学习到是这个，他在回答学生问题的时候，也是第二个我学到最多的是那个界限。哪些部分保留你自己去体验，自己去体验探索，而哪一些是属于原则性的东西，或者是知识性的东西，他会讲。然后他也不会用他的经验套在你身上。应该怎么样才对，而那样是不对的。这样的老师好厉害所以其实在我开始成为教师之后，我反复其实去看我的老师都是他怎么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其实回答问题是一个艺术我觉得就是如果怎么讲，反而学生会觉得这个标准答案，对，那就可能限制了他的想象，他的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回答的很飘又对，就是没有一个聚焦也不好，就是好像要怎么拿捏，或是怎样是一个，就是讲到教学或者回答的艺术这样。对，我觉得这个又来讲一堂课，关于作为教学者我很有心得。然后讲第三个，我觉得 Linda 老师在身上让我很愿意持续跟他学习，所以他非常真实。他不是一个很包装，或者是要你去崇拜他跟向往他的老师。他在课堂上会分享他也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例如我印象深刻是他讲到他在孩子，对，他在带领孩子的时候，他也会有很多的挫折，他的孩子也可能会不听他的话然后他也会有很多没有办法认同他小孩的部分，然后但是他怎么去做，他会去谈自己这件事情。甚至呢，当我们有学生问他说，老师我在解读的时候好像读不到讯息怎么办，然后老师说他偶尔也会他说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没有原因，他就会退钱给他的客户，然后告诉他我可以帮你介绍其他的解读师。他说有时候生命就是这样，让你学习谦卑，你不是完美。然后这点很打动我，然后他让我觉得我很可以接纳我自己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然后成为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作为一个解读师，我可以接纳我自己的脆弱跟不完美，所以当然我也可以理解我的个案。然后所以我觉得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很务实的东西，所以我的老师身上他很务实，然后他面对他不欣赏的议题，他说他还会上街头去参加游行抗争，然后就觉得超可爱的他不是一个活在山洞里的人
我要去美国，我飞去美国芝加哥找他的时候，他还穿着皮衣皮裤，超 fashion 的，就让我觉得哇，我这是一个很帅的老师。突然讲到接受自己的脆弱跟不完美，其实就觉得蛮有共鸣的，因为蛮长时间有那种完美主义啊，或者是要想办法做得更好，不食人间烟火，然后所有事情都不在意，很完美。对啊，就是想要比如说更好的观看啊，或者是更好的整个环境，或者是更好的，但是或许不需要，或许回到自己，接受自己有这些现在的脆弱、现在的课题、现在的不舒服，然后慢慢让自己舒服，或者让自己先接受放松这样子。我自己受到琳达老师的这一个影响，就像你讲的，就是我们会很正面的去谈论这一些困难、挑战、不完美、不如意的部分。然后在我自己的教学里面，我其实也很乐意去谈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学生最喜欢听这个。对啊，他们不一定喜欢听老师很成功的案例哦，但他们喜欢听老师挫折的案例。然后我也有发现，其实我收到最多学生的回馈都是他们在这段给他们很大的鼓励。确实，我也觉得老师已经是走过来，而且已经有现在的人生，成功的人生，然后就觉得老师的人生很顺利啊，看起来也都很好啊。那但是如果知道老师这些不完美，我们还是都是人，都还是有就是不够好，或者觉得自己不好，或是对，或者不是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其他人问题，或是都有，但是就会理解到不同的人的人生跟他的哲学，然后即使看到他有这么多的痛苦创伤，但是他也走过来了，就觉得有力量可以再去前往自己想要的未来这样子。我觉得人类共享一些那个经验是很有支持性的，就是我知道你也经历过了，然后你走过来了，第一个会给我一些希望嘛，然后再来是当我们有时候或者是即使还没有走过，但共同经历的感觉，其实也是很有力量的。对，所以我好像可以更多的理解，因为上一集有讲到我的灵魂是很多想来地球受苦，然后很多很多的受苦，他想要从跟人类一起受苦，然后来了解人类，也协助人类。可是我就有很多的苦啊，可是也觉得好像经历这些东西后，我也可以像老师刚刚说，我可以，因为我可能也是过来人，我可能现在还在经过这些事情，我可以慢慢学习，我可以怎么做，以及我不会很虚，因为我自己都体验过那个痛。如果建议是我自己也没用不到，我就觉得我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我自己知道为什么。可是就不舒服。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使命。有的人使命是去分享成功的方式、成功的结果，那有的人就是共享他中间辛苦的过程、不容易的历程，获得一些共鸣，然后带来鼓励。所以你看，光只是一件事情，这个道路上面的不同角色跟阶段，它都可以是使命。真的耶。对，那如果你是一个经历特别多的人，我想很多人也很等待着这个共鸣啊，原来并不孤单，然后我也会好奇你怎么去度过这段时间，怎么面对，然后我觉得这一关是很可贵的。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要看看成功的人长什么样子啦，就是你知道每个元素都蛮重要的。是啊，确实。然后也会想要看看那些刚出发的人现在怎么样。确实，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然后看看当初还没出发自己，或者现在还要出发的人，以及现在自己的生活，以及现在想去的未来，就会觉得好像没那么难了。或者是即使这个很难，但是我知道未来的我也可以学习去让这件事情不再这么困扰我。我可以更享受在现在或当下，然后就算我现在不想解决没关系，我可以有力量，我可以陪伴自己。对，真的，我觉得很多人说我很常听到身心灵的人会说，我的使命是来帮助别人的，就是，然后很多人看到这就会很感动，但我要说，
没有一个人不是啊，每一个人都是，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所以我其实我不太倾向于给这样的讯息，因为我觉得它太空泛了，太泛滥了。但大目标绝对是。但我想要做的是怎么样子去，那你的这一生，在你此刻这个当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更在意着重的点。就大方向一定是透过自身的经验，我们可以启发到别人，就像别人也启发到我一样。那回到现在这个当下，我要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活出我自己？然后我困难的是什么？对，可能会是我自己更在意的点。如果你问我阿卡西记录现在更常用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回到这里，更多是探索这个部分。那此刻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东西，我要去体验什么？然后我可以尝试哪一些方式？透过这些尝试，我可以如何成长，获得哪一些突破？了解。对。那你刚刚问前世吗？对，我们要来聊前世这件事情吗？也可以啊。是。老师会怎么看前世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整个前世你会怎么解释啊？我先说，我最一开始呢接触到前世是透过催眠，因为在阿卡西接近来到台湾被指导，它也是这10年的事情，但催眠更长。然后我知道，其实，在催眠领域，其实探讨前世比较多。对。然后我记得我很早应该不到10岁的时候，其实我妈会买这些书嘛，然后我就看了很多关于前世探索催眠的一些记录，甚至有一个是美国的医师。然后他在为他的个案做催眠的时候，没有想到不小心来到前世了。然后我其实把那些看完之后，觉得哇超酷的。所以最开始接触前世的概念是从这里。然后我接着又在接触不同的工具嘛，所以我讲我现在来看前世这件事情，它就只是一条路径去解释我现在的事情，一个方法，但不是唯一。那所以我现在假设我遇到一个可能伴侣关系上的困难 ，maybe 确实跟我前世的一些经历有关，但他的目标不是让我们沉溺在前世的故事因为我前世怎么样，所以我现在会怎么样，然后我就摆烂，然后要对方接受。对，我也不是这种类型的。所以老师，你会看前世，不是因为我看到前世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之前我听到有一个老师分享，他以前在帮人家催眠的时候，看到原来他前世是跟这个对方是我难分难舍，所以这辈子会当他的小三。可是当看到这个前世后，然后就没办法，那你还是继续难分难舍跟他爱着，那这个有对个案或者对他有益吗？所以对于这种前世，好像有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价值在哪里，是吗？或者是说看到这个前世后，然后嘞，可以对我们人生会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对于前世自己的体验，包含在我解决我自己个人身上，还有我服务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前世是一个我们理解自己现在的路径之一。其实还有很多像家族，那当然我知道有的系统可能会有外星。这一类的，或者是其他，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只要能够帮助到这个个案，都是好的开始。但我觉得它只是开始，一个理解自己现状的开始，但不是为了要我们去推脱或逃避或沉溺在那样的故事里面。很多人就陷溺在那故事说：“你知道我前世是谁吗？前世武则天呢。”然后可以 so what？ 对，然后你知道我是哪里来的吗？然后所以呢，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先完成了前半段的旅程。我们先理解自己的现况，然后再来就来到下一个部分了。所以现在的我要的是什么？我想要通过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一些前世或者是我的灵魂没有完成的？比如说我一直反复卡在一个地方，但这一次我能不能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选择，做一些改变，或者是我通过这件事情真的获得我所需要的成长？反而是看到前世的故事或者前世的发生，我觉得这只是前半段。就是那我要怎么去让自己人生，或者从这边学到了什么，让我去促进我现在人生的。我觉得前世只是让我理解为什么我会来到现在，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只是前半段。那接着我们要来看的是接下来这个当下的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人生。所以可能我会跟这个人谈论的是，那所以你在感情中你一直想要追寻的是什么？那有没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获得？如果你觉得很痛苦，双方都很痛苦，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是什么一直让你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去找到那个原因。然后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后来开始接触身体经验疗法、身体疗法或情绪疗法，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但他的身体做不到，他卡住了。老师有没有一个例子？哇，太多了，太多了。如果有一个例子，可不可以更好懂这样子？好，我就先以最常多人问感情问题。我知道可能这个人并不适合我，或者是这段关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我可能只是因为舍不得或不甘心，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没有办法离开这段关系或结束。他理智知道，所以这一类的早期其实我也是这样服务的顾客。其实这些人会这样，他去算命，他去看八字，然后或者是他去做了很多的咨询，可能告诉他说这个人并不是真的适合你的，甚至有个更适合的人你在未来等你，他都知道哦。可是就是做不出决定，没有办法。然后原来这个其实是我这几年在学是，比如说童年的创伤，然后或者是代际创伤，所以这个可能是他在小时候他在依附关系里面跟他的照顾者之间遇到了一些辛苦的体验，所以让他没有办法离开一段关系。即使他在这里受了很多苦。对他来讲，新的可能性对他还是陌生的，人对陌生都会觉得害怕，他会选择熟悉的。所以例如他的照顾者，例如他的父母是这样对待他的，就是会指责他，对，会批评他，会谩骂他之类的。对，但是他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关系，所以我需要透过另外一条路径，先帮助这个人修复他的关于在关系中的受损经验，重新建立他的安全感或力量，然后这个人就会自己做出恰当的决定。所以反而这种的状况的案例的话，透过前世或卡西就可能有限吗？比如说一半一半。比如说他可能前世不知道怎么样，反正就是现在纠葛，然后难分难舍，导致现在即使感情应该要结束了，也舍弃不掉。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前世，然后知道从前世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或许对他没有那么立即的帮助，或许这是一部分的影响是来自前世，另外一部分可能是来自原生家庭的创伤、童年的创伤，导致分不掉或不敢分，或不知道那个什么未来，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等等。对，我觉得分成两种，是有一类的人是他知道了，他就可以做出行动，那这些人这样就足够了。那另外一类的人是知道，但他还没有办法足以有办法采取行动，让我们就会引入其他的疗愈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个人化的，不能绝对说哪一个工具绝对有效或绝对无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啦，可能作为一个疗愈师，有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工具在你的工具箱里面。那我在服务我的顾客的时候，我可能就知道我现在需要这样就够了。那这个我可能需要再多拿几种组合。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案例，是吗？就像是我老师，我也找老师最近做身体疗愈是3月吧，还是几月开始忘记了？开始对不对？对，然后当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爸妈管我管很多，他们不让我做身心灵或者是做什么的。虽然我好像也自己有解读自己的卡西，就了解到跟他们的前世有什么瓜葛。还是他们来命令我或要求我，我还是无法反驳，我无法说不，我就是想要做身心灵，他们就会一直叫我怎样不要做就对了。然后没办法，前世解决不了，或许就可能就是原生家庭的创伤，那就跟老师有那个身体疗愈部分，慢慢的跟自己的情绪或者当时的恐惧，对小时候的一些恐惧经验，让我们冻结了，所以让我们的行动力没办法展现出来。然后我
就是也跟老师预约这些符，然后慢慢的哦，我好像可以有一点力量了，我至少可以跟他们吵架了。虽然跟他们吵架被骂这个是很棒的。虽然跟他们吵架被骂得很不爽，但是好有力量，真的有一些把我想讲的话讲出来了，然后还是在慢慢的在突破这一点。那我也觉得我应该也要早就该毕业这个课题，因为这卡蛮久了，但是就接受现在现况，然后继续拿回自己过去的力量，或是释放当时的不舒服的，不是说不，就是放当时那些恐惧的情绪。那我经历了这么多，好像我们是3月还是4月，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会觉得我好像可以慢慢的跟我爸妈说出来，然后我也觉得我应该搬离开家里，就觉得比较可以做你自己。对对对，比较可以做自己，而且真实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且以前是在他们面前，我会很怕，不敢说，或者是装没事、敷衍，然后我回去我房间干嘛？但现在就是想讲什么，还是可以讲一些这样子。但这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我也觉得可能还要再半年也说不定。但我觉得这个课题让我最大的收获是，以前因为我爸妈会管我，一直管我，然后会骂我，然后就让我很害怕，不敢说，不敢做自己。可是慢慢的，我就觉得我不需要管他们，而且我跟我的情绪在一起，我把情绪慢慢的同在后，我就可以做自己。对。好感动哦。所以也是，即使看到潜势，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导致我待在这边不敢做出反抗。对，我觉得在疗愈里面大概分两条路径嘛，可能不止，但目前2大类，一个是从认知，我知道了一些理解的一些什么，然后开始带动我的行动，做出一些改变。然后，但这条路径如果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的时候，就要反过来，我们透过身体打开一些当初可能得到的一些束缚，比如说一些冻结啦、恐惧，或者是某一些困难的经验卡住了，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模式就是没有办法，然后从他的这一条路径由下往上去慢慢改变他的想法。所以这2条呢，就是灵活使用在我现在的工作当中。不管是在教学，那我也有发现啦，如果我把这个身体的元素带进教学中给我的学生，我也发现比之前学生的改变更明显。他们可以在接收到的讯息去执行，或者是创造出一些改变的话更容易。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实验在我身上，然后跟一些我的小基数OK 之后呢，我就开始大量运用在我自己的教学，然后跟我的个案服务中。但其实我所有学任何的系统啊，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想解决我身上的问题，所以我就不断的再去实验，到底什么组合可以处理我现在自己身上遇到的状况。第2步就是我服务的个案，我发现我觉得作为一个这样子的工作者，你必须很谦卑，然后很真实的去观察，你才有办法成长，而不是闭门，然后告诉自己说我超棒的然后我很了不起，然后你活在那个，因为其实基本上台湾人都很好，他都一定会告诉你说我觉得今天很有帮助谢谢你。是，然后我这1个礼拜我很轻松，睡得很好。但是我想要知道是过了这1个礼拜之后呢，所以我就会去追踪一些我可以追踪的对象，然后去理解他们过了1个月、半年、1年之后实质的改变是什么。然后我必须承认，在我早期如果我纯粹的解读讯息的时候，仍然有一些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往往是跟创伤经验有关，或者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有一些是在情绪上卡住了，然后反而这些人呢会更痛苦，因为他不断知道，所以他大脑知道了，就是他身体跟不上，我该怎么做，就是但我做不到，或者是我无法做。然后这些人会陷入更深的自我批判，怎么可以？他比起还没知道前更痛苦确实。然后我就会觉得哇，那我该怎么办？所以我会不断的想要知道我到底还少了什么样的元素，所以这是我的成长之路。我自己身上跟我的客户身上，我不断去观察，
老师，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身体疗愈。它的英文叫 somatic experiencing， 就是身体经验的疗法。然后它最开始是在美国的彼得列文博士，他是透过他最开始是帮助那一些二战、越战那些退伍的老兵，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创伤的一些症候，一些症状。对，然后呢，他们发现传统的一些谈话或者是药物好像有限，所以开始发展出这一个身体经验的疗法。透过身体的一些直接支持的工作，神经系统的调节。那目前这个系统慢慢的有越来越多其他的元素，所以其实身体疗法这个领域还蛮多的。不同的工作方式，然后我现在都觉得很好玩，我正在接触当中。对，那也是我妈妈先开始接触的，然后带给我去体验看看，然后让我呢，应该说以前有一些议题，我可能解读了好几年，进步比较缓慢的，结果一把身体疗法带进来，哇，我只要1-2个月我就过了耶，我觉得太神奇了，我觉得这很有效率。然后我又是不想要我的客户花太多冤枉钱的人，所以我就去开始接受这方面培训。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就有讲到一点点。因为当时这2023的陪伴计划的时候，有讲到一点点感受身体的感受啊什么。对，现在已经全部融入阿卡西记录的教学吗？还是持续在各式各样的体验当中。所以我觉得我是因为这些元素，加上我的学生呢，总会有1-2个在学习上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阻碍困难，然后我就想去研究，为什么他会这样？你知道，作为解读师，我只要服务顾客就好了嘛，就是我解读好就可以了。可作为一个教学者，你要去接纳不同类型的学生，你不可能只用一套方法就适用所有的人。所以我就会想知道，在我可做的范围里面，可以提供哪些不同的选项去支持不同学生的学习。我记得老师很特别，因为传统我以为阿卡西记录就是记录，可是老师会融合像家族系统排列的一些概念，或者是身体疗愈这些，或者是我目前接受到这些。对。那你的问题是没有为什么要融入这些吗？没有，我就觉得，因为我们以为就像教阿卡西记录老师，可是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过程、过去以及他后来学习到的东西，就觉得每个老师都有不同的特色。对，跟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啦。应该说阿卡西记录其实本身就会触及到非常广的东西。一个人你去探索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会有各式各样的来源嘛，所以这些其实都囊括在阿卡西记录里面。那你可以选择你要深入哪一个。那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其实有很大的比例受到家族的模式影响，所以我想要深入去研究家族的这一块，所以我就针对这个学科再深入。那我也发现在童年的成长经验里面影响一个人也很大，所以我也单独针对这个学科，所以比较像是我在解读的过程中包山包海。但是我总觉得好像我的专业知识还不足以更深入，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更多这方面的背景去支持我，去更理解我的个案，因为我不想要提供一个很空泛的词，很空泛的概念。对，所以老师刚刚有说自己很研究精神，可是我很喜欢研究更深层的去探讨。对，突然想到老师也是7号人，对，我是一个7号人，而且我是如果要讲究的话，我国历跟农历的生日加起来都是数字7，极致7。你是吗？我国历是7，农历好像是5的样子。那蛮有冒险精神的。是冒险精神，所以才会开始有录影片。对，但我反而会觉得，或许因为也过了2-3年，然后学了很多东西后，我觉得这些都会对我有帮助，也不同的相对不同的角度来看。然后我目前自己比较多是在跟我的创伤、童年的创伤，然后去和解，然后我会觉得已经
好蛮多的，但是还有蛮多这种。老师，啊。我记得你有说，好像有一些痛苦，还是有一些恐惧，过了20你还在写。哦，最近正在克服中。哦，讲到创伤这件事情呢，我会开始投入这个领域学习的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可能不止两个，第一个是因为在在阿卡西记录的2阶里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在谈创伤。那我觉得灵性领域呢，对于创伤的概念仍然很浅薄，所以都有点空泛的在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去学习一些更完整的系统，更有科学验证过的、更多实验背景支持的资讯，好让我真的去理解作为一个人会经历到的这一些的创伤是什么。应该说，因为早期灵性的领域在谈创伤的时候，大概可能都听过这个哦，这是为你来学习成长的呀。你要透过这个之后锻炼你更有勇气。但我发现，真正经历创伤的人，听到这样的资讯，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他仍然会觉得很痛苦，很受折磨。然后我必须说，真正推使我开始去，我必须要学习，是因为我遇过一些性创伤的人。然后那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我发现我无能为力。然后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对一个或者是被虐待的人，他从小被打的人，然后告诉他说这些灵魂都是为了让你来锻炼你的意志。我讲不出这样的话因为我就问我自己，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我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就你可以理解。然后所以我不太欣赏有一些这样子的人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这些人要你宽恕啊，然后等等。但是他的内在还是有很多的恐惧，然后他的生活还是很混乱。对，所以我开始朝向关于创伤这个领域学习。第一个是因为在阿卡西的2阶里面本身就有这主题，我希望提升自己这块的专业能力。第二个是我实际服务的个案里面越来越多这样的背景，然后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提供一个真正恰当的支持，并且我要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什么是我可以做的，而什么是需要专业的协助。第三个就是，其实我也是一个，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身上非常非常多的反应，其实也是一个创伤的症状。然后一直找不到解答，但直到我开始学习创伤领域之后，我才解答了这些事情。原来嗯，创伤领域，因为我还没有学2阶，所以还没有学到，但确实真的，如果刚刚老师说对那些被伤害的人，你跟他讲这些，我会很火大，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然后告诉我说我要爱这样的人，对啊，然后你要更爱你自己一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对，不是一个很有实质性的帮助的，而且有可能会造成2次伤害。确实2次伤害，会觉得他是我贱，我要被伤害吗？或者是我什么的？但或者是那个人是在帮助你成长的，我觉得这种话我真的讲不出来。在这个时刻，对，也许灵魂的角度真的是，但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真困在这样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站在他的旁边去陪伴他。所以我觉得在面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议题的时候，我的角色吧，我的工作其实是要有弹性去切换的。我讲我自己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用过去很多方式我都没办法解答，是我从小，但我很少跟别人讲这个所以第一次在你的节目上分享这个。就我从小有一个困扰是，我每次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看到我出意外死亡的画面。真的吗？对，就是被车子也好，或有东西掉落下来，所以其实我很不喜欢出门。因为我会一直不断看到这样的画面，是在眼睛看到一个幻影，这样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身体也会有反应，我就仿佛被车撞到一样，好痛，好痛，好痛。然后这件事情就困扰我非常久。那对我有帮助的是两个系统。第一个在
阿卡西也好，排列也好，我其实都发现了，因为我们家族是经历过战争，有非常多的死伤、逃难的经历，所以我身上其实会有很多那种一直在逃跑，然后一直有死亡。像我做梦也是梦到不断的我家的人死掉啊，然后我自己死掉啊，然后有人在追杀我啊，就从小一直做这样的梦，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对。然后，所以第一个，我透过阿卡西记录跟系统排列，了解了我的家族历史，所以这是一个代际的创伤，在我身上那个恐惧的反应，对死亡恐惧的反应。然后就是知道，但我发现我的症状减轻一些些，但仍然还是出现频率很高。后来我开始做身体经验的疗法，真正在我身上去完成这个恐惧。完成当时我的家族里面那一些未完成的经验，例如没有逃跑成功活下来的人，或者在逃难过程中经历很可怕的那一些恐惧反应，其实都锁死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所以让那一个恐惧可以完成扩展跟调节。我现在其实就不太会了耶，我也看到这样的梦开始消失了。对，然后我现在比较喜欢出门的，所以今天可以来跟你录影。对，然后我开始去理解什么样子的情况需要一些身体的支持，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追溯来历去帮助我们理解。可是我会觉得很神奇的是，原来身体也有当时的祖先的那些恐惧印记会流传下来，或者是当然小时候一定有，那是我自己的，原来其他人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在自己的身体。对，所以其实现在科学界也好啊，他们其实开始去研究关于带进创伤会在基因上面的表现会传承下来，关于遗传学这一块。那我也正在持续学习这个领域，因为我自己身上就有蛮多关于代际上面留下来的。这方面很硬核遗传学是吗？就是可能要去读一些生物啊、基因表现啊等等的，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这种课都翘课，现在呢，就是为了了解自己，很认真在念书。我反而蛮意外，因为老师刚刚有说想要有的方法是科学有验证或大量的测试，可是有些在身心灵的人会很讨厌科学，或是会觉得这些人家会觉得是伪科学，他们会反对科学。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啊？我自己个人是一个蛮喜欢接受各种不同声音的。那有些东西可能科学暂时还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但我会觉得它能不能够得到一些验证，是不是在我身上实质带来具体的改变，而且是往好的改变，还是说这些东西是带着我逃避跟逃离现实？还是它让我更有能力活在当下去面对我的人生。就灵性这块呢，其实我在意的会是这件事情，它能不能够支持我更落地，更活在当下，然后我可以更拥抱我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经验，不管好的还是没那么好的。所以其实又回过头来，还是回到现在的自己可以怎么帮助自己，不然是它是科学验证或者什么的，就是放手，就是回到现在身体可以怎么支持我自己往我想要的方向前进。我觉得我们存在在这里本身就是两者的融合，就是作为人类这个身体本身就有很多在符合地球物理上限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无可避免，其实科学这一块还是需要去涉猎跟理解的。就像我不可能飞在半空中，因为这违反物理条件。但同时在这个身体里面的灵魂，它又是一个很难被解释的存在，所以我的身上其实这两者都有。所以我既能够接受关于我在地球上面本来就会有的物理限制，所以我会去理解作为人类就像我吃饭，我该怎么吃我的血糖才是稳定的，这块我还是要去理解嘛。对啊。但作为灵魂，我也可以去了解超越时空限制，我过去是经历了什么，那为什么我要来到这里，我这一生有什么想要追求的，有没有一些核心想要学习的，然后我会想要怎么去贡献我自己，这块确实我也会去参考。所以这两者都会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很喜欢的部分。了解。那你呢？我其实小时候很讨厌物理化学，所以我其实反而没怎么在研究科学。但是年纪增长，确实有时候还是会有
科学的去看，不管是饮食啊，或者是对啊，对，那年纪大了，其实对饮食开始要了解一些，对因为不对？不管是饮食或者是运动，要怎么科学的那个测试什么样是好的表现，对或是可以有更多的力量、爆发力，这些还是收费。运动前要先吃什么，可以增加运动表现，对不对？对啊，这个也是要研究的。是，所以其实后来就觉得好像有时候二元对立，就是我这个不要，这个要，或者是科学跟玄学，我只想站队。我觉得好像我们很多都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对，我觉得在学习灵性的这条路上的时候，那时候 Linda 老师有说，就你本身就会经历矛盾，你会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类的时候有很多的限制，但作为灵魂的你的时候，好像又很无限。对，很多人会说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老师说都是，只是在不同维度，但同时在你的身上。所以如何去接纳这两者，它是同时存在的，而不是说哪一个才是对的，哪一个才是错的。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学习这条路上慢慢可以合一的部分，然后就不会那么多打架的内耗。之后我们来谈谈老师现在的课程跟服务。好，老师目前有在教什么？我现在主要就在教阿卡西记录，非常专职在做这里。第一个我就发现我可以把记录读得很好。然后我当初在学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啊，其实并不是一个优秀的解读师，跟我的同学比起来，但反而这让我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因为学生遇到的各种困难我都经历过，比如说我在自己学阿卡西的第1年，我是读不到讯息的，但我还是没放弃。对，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说灵魂可能被这吸引了，没有办法解释。照理说来，如果你1年都没有任何成绩，就换下一个，对不对？对啊，或者是说我一直都读不到，就算了，可能没天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灵魂就再坚持下去的。然后有一天我突然读得到了之后，我好像通了。那1年所谓的没有讯息，事实上是打破了我以为阿卡西记录只能够以讯息的方式接收。事实上，它提供各式各样的能量跟频率，只是不一定是以文字或以讯息的方式。所以后来当我在教我的学生的时候，我跟他们讨论说，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阿卡西的讯息，这其实也是阿卡西的资源，并不是所谓接收到一个，那才代表你是读得好。所以我现在专职就是教学。像我就会以为要看到画面或者收到讯息，好像才是，对不对？什么样的体感才是有连接的顺利？对，但其实或许那只是其中一种哦。所以很多学生会以这个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话，就会很有挫折感。是，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有优越感，说哈哈，你看我都能够接收到很多画面这样子，但事实上那只是其中一种方式。所以老师那1年都是练进去后跟没有练一样，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也很困惑，我到底在哪里？我在干嘛？就我也一切都不知道。可是1年后啊，我的生活改变很多然后就想说，我都没读到什么讯息，可是为什么我的生活改变很多？太奇怪了。然后就开始不断有兴趣研究它，然后就更开发了，原来发现阿卡西记录的用途其实蛮广的，然后它的存在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我还在持续发现更多它的价值。所以第一个主要教学，然后第二个就是为别人做1对1的服务。服务里面包含了阿卡西记录的解读，纯粹的解读。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想要有一些实质的改变，然后我们会提供一些疗愈的服务。然后我主要用的比较多是在身体经验、情绪的疗愈，然后结合一些排列的概念。如果有受到一些家族动力的影响，所以这一块比较像是在处理卡住的部分。老师为什么觉得要怎么学阿卡西记录啊？或是有什么学阿卡西记录？竟然问我这个问题的一些，我想问什么？其实有些人问会不会有特别的人才可以读啊，或者是学阿卡西记录有什么要注意的呢？或者什么小心的事情呢？或者是跟什么
学得顺？我觉得学阿卡西记录呢没有限制，任何人其实只要有意愿想要去探索自己，希望可以跟这样自己的内在力量啊，这样子的灵性维度连结，这样的前提的人都适合。对，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自己的天赋擅长，就会决定接下来他学阿卡西记录会用在哪里。有一类人特别擅长读宠物动物，他就会往这方向。那有些人他很喜欢去读艺术品、是植物、水晶跟矿石，所以接下来就会往自己各自喜欢的领域走。那我比较喜欢读人类，我比较擅长读人类，所以我主要就是为人类做服务。那再来有人细分，像有的学生就专攻天赋，他非常擅长做天赋领域的解读。那有人擅长做企划，帮一个人规划怎么达成目标，他会特别收到一些建议达成目标的计划。然后有的人擅长陪伴，所以他在解读过程中陪伴这个人去梳理他自己。好特别哦。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赋。那你有观察到你自己喜欢做什么吗？我就想找原因呢，或者是说，就7的人啊，很喜欢。为什么他的核心卡住是什么呢？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他没有力量呢？为什么他就是今天遇到这个状况啊？那这个状况到底要让他干嘛？学习什么啊之类的？没错。就只是跟一个人的个性、天赋有关。是，所以我会鼓励学生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都先写基础的核心架构主轴，接着我会鼓励他们各自去尝试。你在哪一个的时候，你特别喜欢某个领域、某个主题，然后你的特质，像有人非常擅长问为什么，他好擅长整理整个脉络，这思路超清晰的。是，然后有的人呢非常有创意，所以他在给很多的 idea 上面超强，他可以列出可能7、8种方案给这个人选择。对，然后有的人特别能够去触碰一个人的情绪同理，然后让这个人有一种我被理解了。他可能今天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但他有一种我被陪伴跟同在的感觉。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找到自己的一条路。那也有的人会结合他的本业，例如财务顾问，他就会为他的客户从理性的投资分析，也会从他的家族动力去看看有没有受到家族影响。然后有没有可能他的灵魂关于在理财财务上面要学习的课题，我觉得这超酷的。哇，这方面也可以用到。对，他本身是，然后也有是企业顾问，所以他也可以服务公司企业在管理上面的人才的选用。那我也有些学生自己本身是企业主，他就用来管理他的或他面试的时候，他会去接收到说我要问哪一些面试的问题，才有办法去找到可能跟我有共识的员工，我要怎么去提供恰当的福利，才能够让我的员工有好的工作效能、好的环境。所以其实很多方面，对，且很多元，不管是人类、非人类，或者是用在自己工作上，或者是客户上，或者是全方面都有。对，所以我觉得蛮鼓励，就是结合你自己的天赋里面去运用。阿卡西记录在这块的弹性蛮高的。那有的人就是非常喜欢走疗愈这块，他对于疗愈修复很有兴趣，那他就可以去专攻疗愈这一块的技术。对，所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都适合学，但如果真的说不适合学的话，那么如果他的目标是想要来刺探别人隐私，就不适合了。比如说我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干嘛，就他想要遥控他的伴侣啊，或者是家人现在在远端在想什么，在做什么，那可能就阿卡西记录没办法做到。他也不会让你有讯息啊，是吗？或者你连进到他的，虽然那些人都说有讯息啦，真的他们都说有讯息，宣称。但我要说的是，人本来平常就会有很多很多思想冒出来，1秒钟不是说都有好几万个，对，所以我会说那比较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念头。然后再来是人本身就是会有直觉啊。确实，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就是当你跟很紧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有一个很紧密的人，他今天怎么了？你好像会有个预感，对，我好像打电话关心一下他，所以那个比较像是一个你的第六感的直觉，但它不是阿卡西记录。对，所以如果你是要拿来刺探别人的隐私啊，好奇别人在想什么啊，或者是你想要透过阿卡西可不可以影响改变别人，就很抱歉，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
好，对，确实，这真的就是本来就做不到，或者是就这可能要寻求其他的管道。哦，对，那当然有一些天赋的人可能会在学习上面更容易一些，比如说他感知能力天生就是比较开放的，打更开的，但这个只要透过后天的训练也可以做到，因为感知能力是人的本能。对，感知能力用更白话讲一点，就是感受到记录里面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感受能力，还有我们的觉知这些的综合。这是人的本能。你看，没有电脑之前，网络之前，人是怎么知道就是现在是什么季节？就是他可以感觉到啊，都透过观察等等这一些。还有像可能下雨的时候，你有发现吗？昆虫就会开始移动，下雨前就会开始跑出来，等等这些的，或者是他们没有那个什么罗盘，但他就知道要往这个方向走。所以这种感知能力也是天生的。这种感知能力在记录上的话，就会感觉到记录的场域氛围，即使没有讯息，也可以感受到那个状态。这个后天训练也可以做到。其实也不能说后天训练，就是慢慢的恢复你的本能。对啊，恢复。更正确应该说是恢复你的本能。对。当然我要说要成为解读师，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要把它成为一个职业，它其实要考量的元素就更多了。怎么说啊？很多人以为说我很喜欢一样东西，我做的也不错，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当成职业？因为我觉得职业其实要考量到蛮多元素的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服务生命的工作，其实你还要有一些，比如说包含职业界限、你的表达，然后你自己的原则，还有你对于生命很多事情的理解，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部分，其实你都要理解。然后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做一个恰当的工作，它涉及的要素要求就很高。你今天很喜欢做蛋糕，你可以做送给周围的朋友吃，很好吃。但今天你真的要开一个店，你要经过卫生安全检查，对啊，然后你还要去检测生菌数。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待它作为一个职业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还有你愿不愿意持续接受指导，然后你愿不愿意持续谦卑的继续学习，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跟在你的领域专业里面。确实我也会发现自己在解读的时候啊，好像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定的偏向嘛，然后确实我在解读的当中也会慢慢觉得这要成为一个职业，其实是需要一些，不然老师刚刚讲的界限，或者是一些原则，或者是有时候我真的要认知到，我就是无法解读、无法处理。对。然后这方面的学习也是慢慢在做个案，就是在有个案预约，然后在认识，也是在了解自己。对。我同意。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最大的学习跟成长是我自己，所以我都蛮感谢，就是这份工作除了让我有机会可以贡献一些我的专业，然后我也同时是一个收获者。是。就是我觉得竟然他作为一个职业的时候，对于自我的这个职业道德的要求其实很高，就是什么是我可以做的，但什么是我不能做的，我就会告诉个案，例如他需要寻找律师，他需要寻找医师，他需要去做检测，然后或者他需要一些专业的諮商师，这些就是我们也要清楚哪一些范围是我的极限，而哪一些事实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我觉得作为解读师里面这是必要知道的，所以平常也要多看看书，多接触这个世界。对，我觉得一个人在成长或者是在变好的路上，他绝对是周围很多很多的要素一起共同提供的，绝对不太可能是单靠一个单方面就可以改变所有，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所有的系统是万能的。了解。老师目前阿卡西记录有分
初阶跟高阶吗？还是还有在二阶？实际上是1阶、2阶、3阶，然后导师阶。然后Linda 老师当时呢，在培训我们的时候呢，他将1阶拆成初阶跟高阶，这样子对学生来讲的吸收力会比较好。所以初阶、高阶，接着就会是2阶。2阶其实在谈的就是关于一些创伤啊，然后当然也跟更多的疗愈有关。然后第3阶其实就在谈是关于怎么去实现你的灵魂道路，大家喜欢的使命啊、灵魂道路等等的。所以前2阶像是先处理一些我们的阻碍卡点，变得更轻盈、更有空间之后，我们就更有能力去创造。所以第3阶其实谈的比较多会在创造这方面。然后我最近其实也在开始培训一些种子的老师，对，然后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做一些教学。然后其实我觉得每次在做教学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在归零重新再学一次的感觉，很喜欢陪伴不同阶段学生再从零开始，会其实蛮感动的耶，蛮感动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做久了之后，你知道就是老油条，然后这也还好吧，没什么。但你会发现陪伴就是新手学习的时候，他会说哇，他们一点点的体验都很兴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回到初心，就是那一种惊喜感。你知道后面好像变成吃很重口味了，好像又不够重口味，不够有兴奋感了。对啊，因为一开始进去几乎看到一些画面或什么的感觉就很特别、很新奇，可是好像久了不就这是常态，就你会觉得你要越吃越重口味，要越厉害的东西好像才是。但有时候我觉得在教学让我最享受是在陪伴一个人在从零开始的过程中，会不断让我再回到其实简单的东西就很有力量。然后怎么样再去欣赏每一个小小的那一些那个亮点吧，那个发生的时候，就像去环游世界，有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是你已经看过很厉害的场景的时候，不知不觉伤态也是会变成我这个没什么，我觉得那个什么更厉害。对，就是你就会落入那个比较了。但其实我觉得忘记了旅行本身的初心是什么，然后如何去欣赏每一个地方的独特，而不是去比较。我觉得这不厉害，我觉得那个比较厉害。然后你知道久了就会变这样，就会比如说同样都是瀑布，有很多个瀑布，这不够大，然后那个比较宽，那个几公尺。但就是你会发觉灵性应该要学的是不断去破除关于去比较这件事情，而是怎么在那个当下去享受它、欣赏它的存在。我在旅游的时候，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心理历程。对，因为我刚开始上课的老师是刚开始出去环游世界，对，那时候我才刚出发，2022年的时候，对，那时候好像去马来西亚还是你那时候我人到马来西亚，对，那才是我的第2站。第2站。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老师有什么想补充？没有。就蛮谢谢 Tommy 邀请我的，因为第一个对我来说很大的突破是我没有做过录影的影像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然后第二个呢，我自己也休息了几年没有更新我自己的频道嘛，然后我一直在沉淀，所以这一次的你的邀请让我觉得我可以整理很多我最新的一些心得可以分享，然后我很喜欢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都可以让我思考蛮久，然后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自己个人经验的东西，对，非常享受跟 Tommy 的聊天。对，我今天其实也体验到、学习到很多，就是我觉得老师很特别，是他很全面，就是不止很多方面都要去研究跟涉猎去探索，而且接受所有的面向、所有的可能，就会觉得这方面真的是我自己比较局限的。然后我也觉得，不管是在教学或者在成为好的解读师这方面，也很多需要在学。虽然我还没有在教学，可是光成为一个好的解读师的一个品质，以及一个方面，我觉得或许我还好多可以再加强。我也是啦，我也还在路上。目前这还是有在做阿卡西记录的解读，但是会觉得好像或许是我慢慢惯性了吧，有一个惯性的解读的模式，就会有一种好像没有真的有对个案有一些
协助吗？或者是说协助不大？即使他说有，可是我就觉得，或许我自己应该也要调整，接受各种各样的可能，或许还有更多不同的工具，可以更适合帮助现在的个案。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如果真的要成为一个解读师，我觉得第一条阶段啦，你一定会进入一个先找到自己的工作模式，你的风格，这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很好。然后找到自己的工作模式风格之后，你可以透过你的族群，你会接触到哪一类的族群，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如果你会特别服务到这种，你也可以理解它是你的使命。就像我遇到大部分很多是在情绪困扰的，然后我就对这块的研究就会特别多。你可以从你的族群服务里面去找到你有兴趣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再去扩增你想要学习的。然后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做完美的解读，就到我现在，我的老师也说没有所谓标准跟完美的解读。因为永远都是你跟你的案主当下共振出来的一个当下最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做好你在这半个小时、1个小时内你的职责该做的事情，你很真实，然后你也很敞开，你很诚实，那你就做的就是绝对一个好的解读。然后你的发心是正向的，了解。不管是你想要服务他人，还是你也希望透过他学习。然后我觉得我们都会持续在每一场的个案里面学习，所有的案主都是我们的老师。对，到现在我都不会说我在做完美的解读，我仍然觉得我还有很多。我觉得到后期会有一个经历是，你知道自己仍然有很多成长的空间，但是你并不否定你自己。不否定自己，但也知道自己有成长的空间，并不是说我不够好，所以我去成长。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是，所以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但你很愿意再继续有新的空间，再拓展。然后我觉得，如果最后要说，作为一个解读师，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着好奇心，不是刺探是好奇心。好奇，对自己的生命好奇，对你的案主的心意好奇，不带有预设批判。然后呢，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好奇，对，因为好奇会带来愿意理解，对，愿意去靠近一个人的生命，愿意去更探索。对，所以总结一句话，我觉得我的工作就像是在爱里面，2个灵魂的相遇。哇，这句话好浪漫。对，其实我毕竟还是写诗的人。对，我觉得是在阿卡西这个维度里面，然后或者是在一个爱的场域里面，跟另外一个灵魂相遇。好，谢谢大家看到这边，那就是结尾该接什么呢？我们现在两个都是解读师，然后老师也有他的课程。对，那谢谢大家看到这边，也谢谢大家这集看这么长，我们应该录了快2个小时了。真的很谢谢老师今天很多的分享，以及确实真的是很多的学习，然后很多的更多，我即使现在这样，我还可以给更好的未来，然后我们一起前进到更好的未来吧。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跟按赞，然后手机可以热推。那我们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看到这边，拜拜，拜拜，耶，辛苦你了，不会。